我是一颗火力四射、朝气蓬勃、五彩缤纷的跳跳糖。大家好，这里是元某人的英雄联盟赛事周报。在沙特杯结束后呢，我们 LPL 进入到了夏季赛的第二阶段，组内赛登峰组与涅槃组的激斗层出不穷。不得不说呀，分组后还真有点各自安好的味道。不管是涅槃组的病友下饭，还是登峰组的恩怨对决，看点多了一些。登峰组目前领跑积分榜的上游队伍有不少分组赛时逆天的老面孔，除了 AL 啊延续了地组第一的强势外，微博 LNG 在没有了全局 BP 后也是重新起航 ，LNG 更是挤入了第一梯队，甚至连分组赛发挥逆天的肖护都用永恩拿到了本赛季首个 MVP。括弧对位 Rookie 拿到的。可以讲，登峰组现在值得看的比赛确实不少，当然原地作画的队伍也有啊。NIP 和刚从沙特回来的滔博都开启了连跪模式 ，NIP 4连败，根本不懂怎么赢，打谁都打不过。而滔博则是 BP 迷茫，选手逆天，尤其是369连续打出了灾难级表现。比起进入自我修正模式的必要局，滔博似乎还没有从输给 T1 的阴影中走出来。不过 T1 夺冠完后也没好过 ，LCK 逆天的赛程安排让 T1 直接第一场就打困了，和当时联盟垫底队打满3局，随后面对强敌韩华的挑战也是没蒙住，再添了一把败绩。只能讲联赛这块还得看根基啊。目前呢，根基在 LCK 依旧是一枝独秀。那么这2周 LPL 定组赛有哪些趣味和好玩的比赛内容呢？本期赛事周报我们就来一起回顾5号到17号的比赛吧。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冲。组内赛的揭幕战由最经典的 EDG 与 RNG 给我们携手带来，这2个队猛的时候都算强队，烂的时候啊都相互到位，属于是经典虐恋了。相比于 EDG 的不声不响啊 ，RNG 在开聂后是进行了人员调整，微去了碧瑶剧，而明则疑似备战老头杯，换来了斗鱼主播高分路人的格局，还有之前被我评为游走癖爱好者的 iWandy。RNG 目前唯一让人能够提起兴趣的，应该就是他们什么时候能开通 OnlyFans， 让大伙看看都市传说训练员的训练赛了。而现在涅槃组的首战，我也只能评价一个相当激烈吧。EDG 呢是鏖战3局，最终赢下，3场啊都打到了40分钟以上，总计击杀了31条龙，可谓是又臭又长。2队都缺乏进攻能力，在拿优势和滚雪球这块都可以说是无头苍蝇，所以围绕中立资源做事是最保底的。但也太围绕了吧！第一局6条小龙、4条大龙，再加2条远古龙都没打完，我是真有点受不了了。当然你问我精不精彩，我还是会说精彩的。就像这波1v1一样，那2队确实是实力相当，只能说比赛只能用省流版来看。第一局2队极限运营 ，EDG 拿下；第2局 RNG 韧性十足，成功翻盘；第3局 EDG 稳扎稳打，凭借着3条男爵加远古龙，最终笑到了最后。目前 EDG 的比赛，你直接快进到777的赛后总结就行了，过程其实是无所谓的。很难吗？我想问一下，这么难吗？就一个进攻路，一个防守路，就这么难吗？那同天的登峰组首战来自 D 组最近状态正盛的 AL， 果不其然的2-0横扫了 FunPlus。现在 FunPlus 的比赛基本是看 BP 就差不多能猜到结果了。一看 Milky Way 这把打野的选择有没有空间，2看辅助 Life 的选择足不足够怪。如果既没有空间又不怪，那基本就是 G 了。AL 现在呈现的游戏内容是比较丰富的，上中野呢都能 C 也都能站出来，辅助应付开团也不错。Hope 作为兜底的角色表现还可以。AL 目前的问题就是稳定性略缺，容易有人开送，但队伍的团战画面还是很好的，所以即便劣势呢也能玩一玩。可以说他比带的确实还可以，期待 AL 后面 BO5 的表现吧。这场不算是意外的比赛，但却有了一个让人意外的结局，那就是赛后的2天 ，FunPlus 突然发布了一个小老虎要休假的公告，紧接着呢就是官宣了 ZDC 的加入。只能说赛季中这样就换人，哎，不好评价。只能说赛场确实不是只有赛场表现的，还有场外。那 FunPlus 今年给的惊喜，或许在那一推后，短期内应该不会再有了。那周6沙特杯如火如荼的时候，京东和微博的登峰组首秀也来了。只能说京东啊，不愧是微博的充电宝，去年那么好配置都得充电，今年也是不负众望的给低谷的微博狠狠的来了一口。京东呢在 A 组时啊，可谓是游刃有余，以1场不败的全胜姿态进入了登峰组，结果上来就被微博打晕了。塔尔赞和带着新发色的刘青松一起，把京东的前期节奏全部拿捏住了。塔尔赞的卡什野反蹲让京东前期屡屡碰壁，而且微博这次没人送没人搞了，优势稳稳运营。如果不是牙膏的小炮戏剧性的抢到了远古龙，这场比赛啊会结束的更早。但无论是 BP 还是游戏内容，微博都牢牢把握住了上风。而第2局京东被揍得更加是还不了手了，无论是临场对抗还是阵容搭配，再到运营，感觉京东表现出来的都很迷茫。而微博经历了多次失败，看得出这些失败经验还是对他们有不少启发的了。起码在 BP 端，我感觉选的更符合选手的发挥了。当然，京东发挥的确实有点太臭了，所以也不好说到底是京东自己的问题还是微博觉醒了。上周日和周一的比赛啊，不是很有趣，除了 NIP 和 LNG 算是比较值得期待可以细聊外，其他
下几场我就给大家简单概括下吧。那 UP 呢延续了 D 组时的糟糕表现，被 IG 2-0横扫，而 WE 和 EDG 的比赛也不意外。WE 在迎来了陪玩顶流 A 宝后，整体配置已经是能够摸到登峰组的水准了。打当下水平的 EDG 还是轻轻松松的，只是 EDG 的表现还是逆天的，我有点顶不住啊。第一把在5个人都活着的情况下，能被 WE 就这样推加，我是真没想到。发展成什么样子了？我们一把连基地都让了。如果说 WE 勉强有登峰组水平，那么靠着爆种进到登峰组的老干爹，在失去了全局 BP 后，不能说原形毕露吧，但多少有点举步维艰。所以首战就打状态和版本理解都很到位的 AL， 可以说没有太多机会。这2天唯一值得说的是 NIP 和 LNG 的比赛。NIP 在 D 组走的是跌跌撞撞，但勉强能算差强人意，而 LNG 也是如此。可两队呢，在这个 BO3 中的竞技状态和表现出来的水准，让人觉得这根本不是一个档次。我说过 LNG 的问题嘛，就是他们的队伍开团手实在太过羸弱了，犹犹豫豫的，看得让人头晕，所以阵容一旦只有1-2个开团点，就会打得特别龟。经济领先啊，也不敢上嘴脸，劣势就闷到死。而 NIP 的问题则是根本没有核心 C 位 ，Rookie 本身的打法就注定了他难以作为队内的大核来搭建整个 BP。而在这个基础上 ，NIP 又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他们太喜欢上对抗了，太爱打了。队内的 Fortic 呢缺乏上限，又让 NIP 对抗一旦出现问题，你就根本没有保底的下限可言了。打 LNG 的2场比赛里，更是把 Fortic 不值得信任表现的淋漓尽致。第一把虽然是关键团 Rookie 的飞机被泰坦直接控到被秒导致的溃败，但实际上前面2波关键团 Fortic 的闪现都没有按出来，才会拖到这个境地。但 Rookie 第2把的小炮也干了，在对线期 LNG 先起节奏的情况下 ，NIP 继续主动求战啊，直接是把自己送走了。就 NIP 感觉打的有点缺根筋。当然，目前 LNG 到底是否真的回暖了，还是得看后续的表现。但从紫卡对山鸡的对局表现来看，我觉得紫卡已经比分组赛时要好上不少了。LNG 这个队伍的理想状态一定是队伍中期不让 Scout 操心，能给他拉安心打前的局，而2条边线他要撑起前期的主攻 ，LNG 这个队伍的上限才能发挥出来。那周2的首场比赛来自 OMG 和 RNG， 作为被迫的难兄难弟 ，OMG 在人员更迭、阵容重组的情况下，定组赛呢是一胜难求了。这次就看皇族大礼包能不能让 OMG 成功收下了。那 OMG 新淘来的新打也天真加入了，也和之前的救火乐言一样，一上来第一把就亮招牌，拿了个狮子狗打出了作用，直接收下了一个 MVP。而 RNG 这边虽然手握3个曾经的韩服第1格局，Iwandi 汤圆，但分在职业赛场上确实啥也不是。这种临时组的队伍，说实话打高分组牌和 LDL 都不一定能保证稳吃啊，所以输给 OMG 也算是情理之中了。只能说 RNG 粉丝别泄气，起码 Gala 小虎兵这些美好回忆也都一气化3清出去了，跟 EDG 粉丝一样，家里留个眼，等配置好以后再 TP 回来就完事儿了。那同一天登峰组的比赛是 ZDZ 加入 FunPlus 的首战。ZDZ 今年也算是颠沛流离了，从 AL 到微博，再到 RNG， 再到现在的 FunPlus， 你说他真的很差也不至于，但就是留不下来。他首战的对手呢，也是同样处于调整阶段的京东。当然 FunPlus 的比赛还是得沿用我之前说的那个准则1，辅助选的够怪吗？不怪。那 Milky Way 有没有空间？没有。OK， 第1把已经记了。第2把选了个水鬼这个非主流，那看看 Milky Way 选的是什么？是死哥 ，OK， 有机会打。虽然第2局谢尔的老黑操作十分精彩，甚至来了一波塔下1打3的反杀，但对局势影响不大。感觉谢尔真比卡纳比稳定多了。那 Care 这场的飞机发挥也不错啊，单杀了牙膏的小炮，前期利用京东的冒进 FunPlus 就手握了不小的优势。这场也看得出来，京东对于版本的理解还是比较奇怪的，选了卡莉斯塔，结果16分钟手里只有1条龙。这种局即便入了出现了中路1打3帅气操作的情况也没用，选择就是比努力更重要。FunPlus 这种阵容，你手握优势就是输不了的，尤其飞的还是死哥飞机这种中野，稳健运营破3路后，靠着偷家来智慧获胜。只能说 FunPlus 这个队伍确实还是打得比较聪明的，但也局限于此了。第3把卡纳比也来了死哥教学一把，两边选的都是比较传统的阵容，打常规运营局 FunPlus 是不太有辙的。即便 Milky Way 是硬生生的抢了条男爵，但依旧是杯水车薪啊。从游戏内容来讲，两队都还在要调整的范畴。京东呢属于版本理解比较怪，下路的选择有点不搭，不过这属于能够调整的范畴。而 FunPlus 就属于没法了，人都换了，而且 ZDZ 和小老虎在定位和英雄池上完全不是一个类型。真想 ZDZ 有点累了，上半年被逼模仿德帅，下半年还有可能要被要求模仿小老虎。目前来讲 FunPlus 成绩想要追上春天是难了点的。那周3的比赛有我很期待的 LNG 打微博，这是时隔352天他攒和微微的再次对决，而他俩面对各自老东家的表现也是本场的看点。这里我讲讲丹尼放兰博的整个 BP 思路吧。在 LNG 一抢兰博后 ，WBG 锁下了 AD 中路的同时，就立马补了炸弹人。这里是顺着 LNG 已经办了日女加艾希这2个双开后的标准解，2楼的炸弹人呢就很好的解放了上野的选项，不然你选个刷子 AP 是很难针对兰博的。当然这场微博的 Counter 也有自己的想法，掏出了最近 rank 很热的狂徒蒙多。
多和打野螳螂啊，结果不出意料，3级蒙多就被单杀了。其实螳螂和蒙多在一件套后对兰博的威胁会比较大，而点燃兰博是很难配合猪去滚蒙多的边路血球的，后期少个 TP 作用也会小很多。这里给稍微不了解蒙多的观众科普一下，蒙多类似于肉天使，就是16级以后会特别猛，所以这个英雄实际上还挺吃发育的。好在微博呢有单挂炸弹人，中期会有一个稳得住节奏的空间，所以微博虽然选的比较非主流，但阵容构筑的思路还是在的。只可惜呢，微博这把虎子发挥稳定啊，前期2-0的小炮全场只打了1万伤害，他和他攒在20分钟的致命梦游导致了局势的急转直下，只能说我是呼吸我急死了，别送等我16级包 C 的呀。最终也是被 Gala 5杀成功收尾。作为定组赛发挥都不太稳定的两队来讲，这个 BO3 算是棋逢对手吧，主要是两队在开团手段比较单一的情况下都会打得又慢又保守，所以观感上就非常折磨。尤其是第3局啊，微博在前期小劣的情况下，由于开团手段只有刘青松的日女，所以他们整个阵型就变成了只要日女不开团，那我就归在后面等。于是龙魂让了，男爵让了，高地也让了，最后家也让了，只能说归得我恶心。我本以为紫卡已经足够保守，没想到呼吸更胜一筹啊！这个纳尔除了对线级，后面我就没看过他拍过大招，你干脆玩贝恩算了，你选什么纳尔呢？只能说这种表现，连全网最后一个微博粉也沉默了。躲掉了科学的地狱火爆，把 TT 给 A 掉，让我们恭喜苏州 LNG 9号电动，今天是以2-1击败了来做客的 WBG。那周四的比赛，涅槃组有乐子了。大主播 Doinb 在错过了老头杯的热度后，近日终于有了些声响。本来大 B 哥是在韩服冲分嘛，准备备战明年的复出，结果好兄弟 Hiker 发来求援，大 B 哥是二话不说，直接奔往 UP 基地，开启了金教练的教练模式。由于不知道大 B 哥这次去 UP 到底是什么定位和职责，于是 OPGG 很变态的给了一个称呼朋友，但朋友真的有用啊 ！UP 得到朋友帮助后是2-0光速碾压了 RA， 结束了自己的连败。猿辅导的理解打涅槃组确实有点降维啊！这个 BO3 的 UP 无论是 BP 还是决策都比较明确和流畅。第一把3分钟 Hiker 就在野区单杀了猪妹，而下路组更是8分钟的时候打出了现杀。11分钟的潮虫团凭借着晴天的诺手一波团战3杀，直接是奠定了胜局。感觉大家都打了鸡血，虽然第2把没有赢得那么流畅，但队伍确实是看上去正常了一些，阵容选的也蛮有自己想法吧。要知道 RA 虽然不强，但也不那么弱，这2-0还是有分量的。UP 也是借此结束了自己的赛季4连败，希望是 UP 后续改变的开端吧。不过比起朋友呢，我还是更希望看到的是赛场上的大 B。而周四的第2场来自 AL 和 NIP， 两队在定组赛已经交手2次了 ，NIP 皆是不敌。NIP 的配置碰到 AL 真的有点头晕了。首先是 Croco 的英雄池全面压制 Aki 是只能玩节奏打野的，而节奏打野一旦前期起不了节奏，中后期作用被野核完爆。AL 其实都没怎么发力吧，2把火男无脑的让 Croco 炸了个爽。NIP 打 AL 其实还真的蛮难做 BP 的，在香克斯英雄池足够全能的情况下 ，NIP 很难拿到中野优势的组合，而上下2条边路山气和 Fortic 都撑不起作为进攻的主轴，可放弃前期的对抗，中后期 NIP 的 C 位呢又撑不起劣势或者军事的团战，就特别尴尬。第一把 AL 利用鳄鱼的强势，前期从上路打开了缺口，随后就是无脑控图了，赢得特别的攻势，20分钟战略点，25分钟收下男爵，30分钟出头推加，而攻势的1B，而 NIP 也确实组织不太起什么有效的反扑。而第2局虽然双方前期处在劣势，但 AL 整个 BO3 照顾山鸡的目的是很明确的，而山鸡也没有辜负 AL 的期望，前期连续阵亡3次后，凯南基本就废了。10几分钟更是被 AL 打了一波1换5，虽然 NIP 在下半区拿到点优势，但后期香克斯和 Croco 都是能够兜底的 ，Hope 也属于能够扛住压力、团战发挥的选手。从这场 NIP 和 AL 打的游戏内容来看，两队已经不是一个梯队的队伍了。周五虽然3场比赛，但老干爹和京东、EDG 和 OMG 的对抗都只能算是开胃前菜，真正的重量级啊，还得是刚从沙特回来的 BLG 和滔博的这场 BO3。这场焦点之战从赛前就开始酝酿摩擦和节奏。先说 BLG 这边，沙特杯糟糕的表现后呢，管理层终于按耐不住了，首先官宣了威的加入，导致我赛前还在疑惑这场首发会换威吗？其次就是教练组方面的补强了 ，BLG 是把 EZ 后给找了过来，咱先不说最后有没有效吧，但起码姿态是做了。可比赛的前一天 ，BLG 就传出了 Knight 生病进医院检查的情况，而差不多同一个时间段 ，Elk 在直播时面对串子发表了虐权宣言，让舆论是炸开了锅。无独有偶，差不多一个时间段 ，ON 直播的时候，冰的青钢影事件更是直接把 BLG 的舆论拉爆了，各种关于冰霸凌的词条开始传播，还没开打呢 ，BLG 就已经是上路踢辅助，中单把院助，打野被开除 ，AD 虐弹幕了。那这或许就是滔博一扫阴霾的好时机吧。要知道呢，从23年起，大场上滔博就没赢过 BLG，但这场比赛滔博的整体表现让人有点失望。首先是避域策略比较变态，我不知道滔博是想在69生日这天弥补之前不给兰博的遗憾，还是怎么着。这个 BO3 滔博把69的优先级拉得无限高，而69的竞技状态
不可能让滔博从上半区突破。在第一局6-9状态明显不行的情况下，后续滔博是没有调整这一点，主打的就是我不转弯。第一把其实两边都挺变态的，BLG这边阵容容错率比较低，但前中期能够给边线很大的压力，但滔博他拖住了。Miko 第一波扛越塔做得很好，打了一个1换2，后面等级起来后还完成了对 Elk 的伪单杀，相当于滔博下路不吃打野帮助的情况下就拿到了前中期想要的东西。但这把6-9杰斯太变态了，我就不去吐槽那种配合上的失误了，我就说14分钟这一波啊，在6-9的杰斯 TP 下来的时候，正面环滔博已经完成一波完胜，打出了一波1换2，而且鳄鱼的位置很差，豹女也已经被赶走了嘛。那滔博这种阵容，杰斯只需要去和正面抱在一起，那这个鳄鱼是稳死的。结果6-9发温去和 Knight 单挑直接送了，就完全搞不懂这波6-9在想什么。他不死，跟队友一起把峡谷一控，上路吃个残血的1塔，第一局滔博早就能结束了。BLG 这个阵容选出来，劣势是没后期的，结果硬是拖到了40分钟，杰斯已经是被队友喂到嘴里了，属于那种盖南 MVP 的局，结果打成了个战犯局。所以当第二把面对凯南依旧还在选杰斯的时候，我是替滔博抹汗的。369打出来的整个游戏内容已经不能叫369了，而是叫来就有。这把天的帮助已经是让兵处于一个半崩盘的状态，加上兵打6-9基本上是不当人的那种。那6级这波真的就跟宋区别不是很大了，但6-9真的有点太 crazy 了，就真的是来着有，谁来都能有。Knight 这把呢也是全面发力的，说实话，小奶油拿沙皇来打小炮真有点没道理。这把对线期就被压得难受，然后 Knight 非常擅长的线权辐射环节，这把小炮硬是完成了岩雀，在中路能动的情况下，6-9还不老实。我说实话，这波打出 Knight 的闪现已经很赚了，然后6-9完全是可以走的，凯南又没闪嘛，结果这里又硬给了一个，反正后面死的几次都是很变态的那种。这个阵容上，塞纳和沙皇其实很难撑中期伤害的，他需要杰斯和盲僧这两个战士撑中期，结果6-9这么玩。第二局 BLG 只有开局稍微有点莽撞，后面 Knight 动起来以后 BLG 还是很对劲的，尤其是熏这把龙控的很关键，虽然小输一点经济，但凯南小炮是有未来的。滔博这边杰斯盲僧两个团战虚逼阵容，基本等 BLG 前排狂徒出来，这两个就废得差不多了。BLG 我感觉还是改变了一点，抓的机会都比较合理，而且不得不说 Knight 这把前期的动线是盘活了 BLG 的一些劣势，牺牲掉自己拿到的对线优势，但换来了更多的团队节奏。如果他不做事，上半区的雪球可能会无法收拾。只能说虽然小炮不是节奏类中单，但 Knight 这2年对中单带节奏这块确实是 T0级别啊。第3把其实 BLG 已经看透滔博了，小奶油是不可能和 Knight 比游走的，在搬掉小炮飞机的情况下，滔博也是3选沙皇，这把左手直接亮岩雀了。Knight 的岩雀和小奶油的小炮在我眼里是一个级别的，都是绝子。但第3把的主角啊，还得是6-9啊。这把开局1血的情况下，6-9的这个鳄鱼居然3级就把自己玩进去了。这里其实6-9应该是想卡3级红怒换一套血，然后后面再叫猪妹来越塔，结果兵的后射步让6-9急眼了，闪现就直接交了，不交残血被卡线也是烂，不如假装打得凶一点，还体面一些。然后熏就一波 gank 直接鱼跃送走了。然后这一波导致鳄鱼埋的坑真的就太大了，线亏对位亏，滔博被迫前赴后继的来填补。虽然后面是滔博的双 C 打出了研发战绩，但6-9的逆天鳄鱼才是那个功不可没的人吧。只能说6-9的发挥连 BLG 的人都没绷住。拉扯你们拉扯我们俩打了，一个意思。说实话，滔博的表现让人失望，操作方面的逆天就不提了，主要是围绕着6-9打以后，6-9的发挥啊，完全不像个正常人。而僵硬的 BP 连着一套阵容打3局也太那啥了。相比 BLG 那个老生常谈的纪律性问题，虽然不好说已经根治，毕竟 BLG 你要完全让他们打得不那么浪那么凶，那跟要他们命没区别。但优势的时候沉住气，减少无意义的死亡，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而这个 BO3 BLG 就很好的做到了这一点，尤其是外部节奏那么大的情况下，赛后 Elk 的发言也算是对最近这些节奏的回应吧。因为我们接受了外界的很多不一样的声音嘛，然后我们在于输完老干爹，然后还有在沙特输完 T8回来之后，其实我们整个队伍都进行了就很多的反思，还有就是来一些我们在游戏上面还有在比赛上面给大家展现出来的那种画面，怎么样去做得更好，然后或者更加有纪律性吧。电竞就是这样了，输了你怎么解释都是欲盖弥彰，赢了自有大儒为你辩经。我觉得从游戏内容来看，BLG打的比定组赛和沙特杯要稳定多了。熏第2把的别虐拳我是没想到。别上不了，没打别虐拳了。没有，我只剩1塔。看来确实是经历了连续的失败，大家是有点紧张感了。但这种纪律性问题和协同的成长，它是长期的，继续让队伍优势能够稳稳拿下，我觉得是教练组和选手要持续关注的问题。我还是沙特杯的那个观点吧，BLG能够做到很多队伍做不到的东西，而当他们能够真的控好灵性和没纪律性之间的这个平衡，那才会成长为我期待中他们的完全体的样子。那我觉得滔博这个队伍回到联赛后想练更多的战术体系也是对的，但没必要这样练。6-9啊，他就不是冰宙斯这类上路能够
通关的选手，他的优势是摇人，与其让他硬顶，不如去储备一些非常规的角色池，多找一些像铁男这种味道的角色，而不是改变整个队伍的风格去配合他打。S11的 EDG 能够夺冠，倒也不是说 EDG 的 BP 做的特别精妙，更多的还是一个能超近超往扎实的方面走。而滔博想要指望茂凯把滔博变成 T1 这种在 BP 上很大胆、很敢尝试各种风格的队伍，那是不可能的。我还是那句话，做好自己。就像小奶油如果要扩英雄池，我觉得他不是往传统法师那个方向扩，而是像香克斯一样，我多来点什么 AD 卡牌、中单泽利、卢锡安这种，先让自己的长板足够长，才会产生沉淀。而69也一样，我说实话，他真没有必要非去玩什么 carry 英雄证明自己，不是说不让他玩杰斯这种英雄了，而是他不能够作为队内的进攻核心来打，你在阵容里做好你的角色就够了。多去构建能够配合打野的上野组合才是该思考的方向。虽然很多上单玩家会对这点嗤之以鼻啊，但恰恰是这一点才是69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你不要去做自己不擅长的东西。实际上，真的很多上单是不会配合打野，但目前这个版本看下来，我只能说69的这段阵痛期应该会持续蛮久的，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周六的3场比赛 ，RNG 这场不用看啊，不可能赢得了双 C 超模的 WE， 而 I 和 IG 我不是很感兴趣，还是得看微博和 NIP 的比赛。虽然之前已经交手过2次，但微博毕竟是一直在调整的队伍，而 NIP 的顽疾则一直都在。可即便如此呢 ，NIP 一下子烂成这样，我也是没想到的。第一局呢，微博就直接给 NIP 打了一个8-0，25分钟光速零封了 NIP。只能说虎的卢锡安真有东西，操作是一点毛病没有啊，不愧是21年的底库。而这一局劳赞的豹女更是把阿 K 头给打烂了。当然，如果这都不能让你惊讶的话，那第2局我告诉你 ，MVP 是小虎，不但是小虎，还是靠永恩拿的。其实我觉得丹尼这场 BO3 的 BP 抓重点还是挺到位的，就我上路拿个鳄鱼，无脑给你压力，然后我野河开刷，再给阿 K 压力，中路只要不出问题，后面就赢得很顺理成章了。说实话 ，Fortic 真的 C 不太起来，25分钟3件套还挂个露露的泽利，而微博这边也没锁头嘛，操作好一点，泽利是有机会 C 的。结果给我感觉就是查无此人，团战上野也不围绕着他打，就自顾自的开进去，导致了 NIP 团战输的特别自然。观感上 NIP 是很割裂的，上野应该挺有想法的，而 AD 又不具备能独立 carry 的能力，就卡在这儿了。现在这样的游戏内容，我对 NIP 后面的赛程是真的挺担心的，因为它存在的问题好像不是说你某个选手状态好起来就能解决的，可能说的再难听，你就是上限在这儿了。看看后面有没有版本对 NIP 的加持吧。周日的2场登峰组比赛，我觉得还是挺值得看的。首先是状态极好的 AL 碰到了好像不是很适应版本的京东，这2队目前的实力来看，应该会是彼此世界赛门票争夺的对手。当下在版本理解上 AL 我认为是更好的一方，但从游戏内容来看，京东的临场发挥更好。双方第一局是经典的 EZ 对艾希嘛，然后都用自己的预判帮队伍拿到了东西，这点还是蛮精彩的。但我要吐槽一点，那就是为啥京东那么爱瑞尔这个英雄呢？狂徒的存在，现在日女布隆这种可自选进场的辅助会特别吃香，也很好用，而瑞尔属于进去根本就出不来的那种，赢团输团都特别容易死。然后你说这个英雄真的多能逆版狂澜，我感觉也没有啊。虽然米神胜率很高，但感觉和这个版本主流的 AD 都不是特别大。实际上登峰组现在也就 Missing 还在玩这个辅助了。第一局其实蛮精彩的，主要是谢尔这个选手真的挺老道的，小孩老了，不愧是有老爷爷圣枪哥的上路啊。碰到阿乐的武器能稳住对线，且团战还能有用，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呀。我不去贷款，他后面能到什么地步吧？但起码现在表现我来讲是能够够上 LPL 1线上单的水准。实话讲，跟他一比啊，阿乐简直就是没纪律性的顶级反面教材。第一把在下路已经抓到牙膏，进入5打4的情况下，阿乐的逆天追人开团，导致了京东有了反打的空间。这里阿乐冷静一点，这波团打出杰拉闪就撤。那第一局 AL 是真的很有机会拿下的。只能讲 AL 虽然目前呈上升势头，但选手本身的很多坏毛病还是没有得到改善的。第一把牙膏虽然出现了一些判断失误，给了一些节奏，但牙膏的很多暴毙是判断问题，而阿乐的暴毙就是没有纪律性。他的选位和决策只有一句话形容，那就是上头。其实 AL 整个 BO3 的阵容都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那种类型，就是团战的输出和控制链都很足。然后这一场我发现牙膏玩 AD 中路他是不喜欢留手收割的那种，他属于队友一旦开始打伤害他就一定要跟，但这个习惯就导致了他团战非常容易暴毙。相比香克斯的处理更符合版本当下的需求，就是队友你开你的，我慢慢打收割。京东本身是优势，结果团战上被 Croco 的火男给弹晕了。Croco 这个选手的火男是真的挺有一手，别人的火男是很容易暴毙的，但他的火男却挺会找位置，伤害也打得很足。这局 AL 虽然前期送的多，但阵容确实是扎实，主要是大树火男加小炮真的有点太爽了。在没有龙压力的情况下，往后拖京东其实不好打，最终京东选择主动
动提速，27分钟开打男爵给 AL 打出了一波梦幻 AOE， 小炮直接射爽了。而 Hope 这手进场我感觉进的也蛮好的，他要是怕死，这波团战小炮不一定能够收割完。得说 Hope 这个选手的团战嗅觉是远比他的对线要强的。第3局 AL 又是一个团战很好画面的阵容 ，BP 我也是更看好 AL 一些的，但阿乐太变态了，第一波抓到了眼上蹲的卡纳比，这波算是有心算无心的反蹲嘛，结果能够给 AL 上野打出一波0换2，我真的也只能说确实太变态了。阿乐属于很经典的一旦开送啊就停不下来的类型，相比之下 Share 就显得太老辣了，这把他的卡牌突出一个灵性，单带抓不死，团战完美给牌 ，AL 一个特别猛的团战阵容反而给京东拉扯麻了，只能说选手的发挥确实逆天，怪不得他比赛后说出了选手在送这种话，确实是给他看急眼了。我觉得我们今天输的不是对手有多厉害，是我们自己在送。周日的最后一场呢，来自滔博和 LNG。这场白色月牙还来现场当嘉宾看看爱将了 ，BP 也还是蛮精彩的。第一把69拿到砍单后，兹卡是来了一个瑞兹上单进行 counter， 瑞兹上单打兰博算是 King 的绝活武器库了。之前兹卡拿兰博是被山鸡恶心过一次的，不过那一场山鸡的瑞兹发挥不好，0-3拉胯了。而这把兹卡打凯南效果还可以，在前期被刷了的情况下，瑞兹单带线还是能够给足压力的。LNG 这个 BP 啊，是滔博最不喜欢的那种对局，就是对手可以在边路一直带，而他们很难反制，所以滔博就必须得速龙。结果第3条龙团龙没拿到，如果不是兹卡开车急了一点，给天打了一波4杀，这波其实打完就应该结束了。后面其实是比较垃圾的时间了。大家要知道，滔博这个阵容只有凯南算是个开团，但他会被锁在边路上，只能靠 TP 眼绕后。那团战的所有主动权都完全掌握在了杨局手中。第2局其实剧本也是差不多的，就是兹卡摆明要点菜69了，我就是要 counter 你，而69好像也没啥办法。其实 LNG 这个队伍，我说他们一直缺乏一个优质开团手，但打滔博你不用担心这一点，滔博会自己走上来跟你打架的。而这局 LNG 也是选了4个开团手，我就怕你打不起来呀。而这场 Scott 的发挥很精彩，我发现 Scott 的开团啊还真的挺有东西的。他作为第1个开团手，效果都挺不错的。其实本身第2把滔博虽然是前期劣势，但中期他们靠着团战发挥是打回来不少了。关键就是龙魂团这里，滔博出现了非常低级的沟通失误，小奶油急着升16级，没有第一时间落位就算了，哥哥也被航给吸引走了。本身优势的滔博反而很轻松的给 LNG 拿下了土龙魂，这里就看得出滔博这场的沟通做得非常差了。后续僵持阶段，这波追人也是一样的情况。Mako 第一时间去看下路线，不在正面，打出猪的闪现就该知足了，结果硬追就全送了呗。哥哥这里追到了一个无处可逃的地方，就死得特别自然，后面就彻底打不了了。单人线无压力发育的永恩加青钢影，切后排不要太容易。这把感觉还是滔博前期雪球没滚好，拖到了后面 LNG 冲脸阵容无敌的阶段。感觉这个版本啊，上单69手里的牌有点太少了。之前蝎子横行的时候，他还有铁男这种后手，而现在上路开始重新选回一些 carry 角色，我觉得69就不能再那么公式的选英雄了，因为 Jigglypuff 很多时候选英雄是不会考虑团战生存的，当然他也不是特别擅长于生存的选手。小奶油现在是基本站住了一个收割位这样的一个角色，那69就得做到小奶油没成型前的一些 carry 职责了，同时呢他还要给阵容一些容错。目前来看69这个版本拿的英雄在红色方不怎么威胁得到人，而这点对于后续的赛程是致命的。而 LNG 的2-0，我觉得除了选手的回暖外， BP 的功劳也是离不开的。教练知道哥几个在开团上稍微有点畏手畏脚，那干脆选一个谁都能开的阵容，把开团无脑化。只能说定组赛的跌宕啊，还是让 LNG 成长不少的。那周一登峰组BLG再战老干爹，这场比赛我脑海里想起了一句话：当猫不想跟老鼠玩的时候，老鼠没有任何机会。BLG 这场的阵容构筑比之前要看着舒服多了。第一把就是很经典的对线期，可能稍微平庸一点，但团战一碰就很得劲儿。BLG 出色的对线能力其实是可以不追求过早拿到优势的，反正稳住慢慢来拼团战操作呗。老干爹那就没啥机会了。不过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情况，就是 Elk 是一个贼喜欢单挑的 AD， 就是下路单挂的情况，他常常会主动的去找机会，甚至去找击杀。MSI 的时候这个习惯让他给了不少机会，但我认为那更多的是当时对英雄强度的判断出了问题，这个习惯倒不是一个缺点。打老干爹2局下来，少爷在线上都被 Elk 单杀了，而海超面对左手，说实话没打出太多效果。整个 BO3 BLG 没有犯之前的毛病，从 BP 到发挥都挺扎实的。上次海超1抢妖姬后 ，BLG 是直接拿了飞机，而这次 BLG 则是给 Knight 直接亮了招牌安妮。其实妖姬如果在边带持续的给压力，那安妮是挺恶心的。加上海超本身打法偏自己发育偏刷，如果 BLG 打得急啊，容易出问题。但 BLG 确实开始沉住气去打中期的僵持。22分钟这里兵先开，然后被老干爹用大量的闪现给拉开了。虽然兵死了，不亏中塔就可以接受嘛。然后左手这里看妖姬 W 回来练人，直接一个闪现 W 完成了1击必杀，云柱中野完成双杀拿下男爵，游戏就结束。
结束了。BLG 是一个挺善于抓机会的队伍，他只要不犯病做太多高风险动作，老老实实的去打这种抓机会、钓鱼、扩大优势的节奏，老干爹是没啥机会的，也是轻松复仇吧。送老干爹一个登峰组3连败，虽然 BLG 赢了，但也没到开香槟的程度，因为更多的还是靠底库和熟练度来兜底。如果他们掏新东西也能够打出这样的对局，那才是能够点赞的时候。那本周二呢 ，EDG 和 IA 鏖战3局，无奈苦吞3连败。随后 NIP 领先1万经济被 FunPlus 强势翻盘，也同样收获4连败。大家都有光明的未来。很喜欢 Leaf 安慰 Crying 的一句话：完全没有享受游戏，你就是为了玩游戏而玩游戏，你没感觉出来吗？你完全不享受游戏啊！我就想问，一般啊，后期450层的小火龙是什么概念呢？没错啊，就是这种概念。这边的话，利弗也把这个大招交掉，先把这个口子站住。我他妈来了！位置，我这太激进了，利弗被掰回去，2箭射死了，没有小火龙，EDG没有主心骨，这真的对吗？利弗，这波他为什么会飞到那个位置？远古龙送啊！我看出来了 ，EDG 这群选手是想听圣经了，他们是故意这样打的。说实话，目前 EDG 尴尬就尴尬在 Leaf 虽然暴毙，但 EDG 似乎也只能依赖他来 C。杰杰在回归前稍微正常点的发挥一阵后，现在也逐渐变成一坨了。只能说现在的 EDG 能看满3场的粉丝都是神人了，我对你们纯纯的 respect。论起饱经折磨 ，NIP 虽然坐在登峰组，但处境不比 EDG 好呀。现在我估计他们巴不得去涅槃组充电呢。登峰组一共9个队 ，NIP 开打前已经3连败 ，FunPlus 和老干爹算是登峰组稍微好捏一点的对手了，所以这一分是必须要拿下的。但很可惜，他们现在真的拿不下。第一把双方鏖战36分钟，靠着远古龙 NIP 是拿下了首局。第2局 NIP 做了一个挺好的 BP， 用皎月亚索来锁头小炮，而亚索凤翔放得好的话，也能一定程度的反制火男嘛。前期 NIP 打得贼顺，21分钟男爵加14-5的人头差，然后领先1万破2路。结果 Rookie 一下没蒙住啊，亚索滑进后排了，意境啊，这波真的不能意进去的。其实杀完2个前排，后面等奥恩的大招就一波了，这波滑进去反而给了小炮收割的机会。亚索皎月这个组合有一个尴尬，那就是后期开团，亚索一旦跟进去，其实活不下来。皎月和亚索大招的组合在后期爆发是不足的，很容易打不出伤害。而小炮起来后，团战就太难打了，只能说这波送的太大了。后续啊，真的就是团战怎么打他都打不过。第3把 NIP 虽然也有机会拿下，但 FunPlus 最擅长的就是抱团和逆转。实际上 FunPlus 的运营能力还真比 NIP 要好。NIP 现在真的太多脱节的情况了，跟伤害跟得慢，脱节又脱得快，只能说莫名的掉点让 NIP 中后期完全没有竞争力。1-2 NIP 苦吞4连败，而更变态的是，我查了一下赛程，组内最弱的老干爹要到最后一场才能碰上，属于是想找一个稍微弱一点的充电宝都难了。看看下周 NIP 能不能有所起色吧，只是我感觉希望不是很大呀。那周3的比赛给了我2个惊讶，一是惊讶于涅槃组的 TT 居然2-0横扫了 WE，2个惊讶在于居然还有队伍敢放小炮给滔博。WE 打 TT 这场比赛我没看直播，我是翻的录像，我当时我觉得哇 WE 这个配置在涅槃组这么能打，居然还能输给 TT， 还是2-0 ，TT 这么猛啊！后面一看 BP 啊，原来是这样。简单讲呢，这2场 WE 都选择了长手上路加野合的这么一个整体偏运营拉扯的阵容。第一把的上单卡牌，第2把的上单维鲁斯，咱不能说选了没用啊，但这类阵容它就不适合出现在涅槃组，就大家能理解我意思不 ？WE 的这个阵容重拉扯、重运营，但团战容错率很低，真的很看 ID 的。你说是 T1、BLG 跟级这种队伍，我倒觉得可能还挺吓人的。但 WE 来玩有点高估Wayward了。主要是太贪了，你玩这种上单打野就应该补个开团的坦克。其实看下来，我感觉就是团战打不太过，然后一波操作没好就打炸了。我只能说 WE 别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啊！打涅槃组你靠配置硬吃就完事儿了。这个版本我期待的是Wayward的蛮子纳尔，而不是他的维鲁斯卡牌。而微博和滔博的比赛也让我挺惊讶的。简单讲，69的状态很臭，给我的感觉有点心不在焉。而呼吸虽然不说多 C， 但起码是比定主赛好一点的。结果这个 BO369虽然依旧低迷，但呼吸真的证明了他好像确实不太值得帮。连最尊重69的直播间都给出了判断，69和呼吸2个掉水里淹死，我一定拉69一把，让呼吸淹死。第一把我就说一点吧，就滔博这个阵容，女枪是没法做主 C 的，因为青钢影、永恩、猪妹肯定会把她当做第一个目标，而日女呢又并不好保她。结果整场比赛我看不到青钢影和永恩携手威胁杰克拉夫的画面，要么是一个个上，要么就是可以上弹车了。我预期的画面其实是哥哥被切奶油收割，结果开水反而一直看不到。说实话，这把这种阵容以哥哥的风格，在有春哥前居然只死了3次，那就一定是微博有问题。第2把更是个重量级啊，这次微博想复刻 T1 那套双边线拿线权，那滔博学乖了呀，我
也跟你上强度，卡尔玛 EZ 直接整起来，1级就把微博下路打炸了。没口不发狠，你真把他当应付绝症啊！而呼吸这把虽然屡受他斩照顾，但确实没 C 起来。怎么说呢？虽然输了也不怪他，毕竟下路先炸嘛。但作为队伍的主攻点，中期他的声量还是有点太小了，让人觉得帮了和没帮差不多。中期滔博都直接能够4打5了，而小奶油的小炮确实在对局处理上，我用一个词来形容吧，就是赏心悦目。什么时候他其他英雄有这个强度，那滔博真有了。69小躺一把后，也终于能够收获生日祝福了。这段时间69真的要好好摆正一下自己心态了，不能继续来就有了。那本期的赛事周报就到这里吧，因为本周是 LPL 上周和这周的2周赛事内容2合1，考虑到 LCK 比我们开赛晚不少，然后这期的工期也会比较赶，所以 LCK 的内容我就多存一些，下一周再来跟大家细聊 T1 跟级那边的情况。下周同一时间我们赛事周报不见不散，好吧？喜欢看比赛的观众可以关注一下我。